为什么说《三体》中的黑暗森林法则是宇宙最恐怖的推理？难道这片大沉默的背后，宇宙真的遵循着一套我们尚未理解，甚至不敢想象的残酷规则吗？假设我们现在收到了 K2-18B 发来的信息，我们要不要回复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《三体》中逻辑的黑暗森林法则。这个虽然源自科幻，却又无比贴近现实的猜想。它不仅为费米悖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，更像一记警钟，敲打着人类探索宇宙的热情与天真。要理解黑暗森林，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三体宇宙中文明设定的2条冰冷公理。第一条，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活下去一样，一个文明无论其形态如何，其最根本的驱动力必然是自身的存在与延续。为了生存，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第二条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，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基本保持不变。想象一下，蛋糕就这么大，你要多吃一口，别人就少一口。宇宙同样也是资源有限，每个文明为了生存和发展，都需要消耗资源，都需要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。当越来越多的文明出现，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就变得不可避免。基于这2条公理，黑暗森林理论进一步引出了2个核心概念，它们像幽灵一样笼罩着宇宙中的每一个文明：猜疑链和技术爆炸。什么是猜疑链？想象一下，你是一个孤独的猎人，潜行在一片无边无际且没有任何规则限制的黑暗森林中。突然，你远远地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友好的打个招呼吗？绝对不会。你会想，他是谁？他想干什么？他吃人吗？即使他表现出善意，你怎么能确定这不是伪装？就算他此刻没有恶意，未来会不会因为资源匮乏而攻击我？反过来，那个身影也在用同样的方式揣测你。这种相互的猜疑会像病毒一样无限蔓延，形成一条无法被信任斩断的猜疑链。在这条链上，任何一方都无法100%地确认对方的真实意图，也无法让对方100%地相信自己的善意。再来看技术爆炸，文明的科技发展并非匀速前进，它更像是一系列间歇性的剧烈爆发。想想人类自己，从石器时代跨越到工业革命，耗费了数万年，但工业革命到今天仅仅过去了1个多世纪。从发明原子弹到进入 AI 时代，科技的迭代速度如同爆炸。如果将这个尺度放到宇宙文明几万年、几十万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线上，一个今天看起来还在刀耕火种的文明，完全有可能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，掌握远超我们想象，甚至足以威胁其他星系的力量。你无法预测哪个文明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技术爆炸，也无法保证自己能永远保持技术领先。一个弱小的邻居，转眼间就可能变成手握屠刀的巨人。在生存是第一需求，物质总量有限，猜疑链横亘，技术爆炸随时可能发生的前提下，黑暗森林的生存法则便昭然若揭了。想象你还是那个猎人，在黑暗中，你无法判断遇到的其他猎人是善是恶，他们饿极了到底吃不吃人？但你清楚，任何暴露自己位置的行为都可能引来致命的打击，因为对于其他猎人来说，最安全、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先发制人，消灭任何可能构成威胁的目标。开枪消灭你，不是因为仇恨，也不是因为贪婪，仅仅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我构成威胁，但我不能冒险。这是一种基于生存本能的冷酷到极致的理性。因此，在黑暗森林宇宙中，每个文明都必须像幽灵一样前行，努力隐藏自己的一切踪迹，不发出任何可能被探测到的信号。任何不经意的暴露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。这就是为什么宇宙看起来如此空旷和死寂，不是因为没有其他文明，而是因为那些懂得生存之道的文明都选择了沉默和隐藏。那些曾经喧闹过的试图呼唤同伴的文明，或许早已化为宇宙尘埃。正如《三体》中所描述的，清理者会像幽灵一样巡视宇宙，一旦发现某个坐标暴露，便会进行清除，随便朝你扔个光粒或者2向箔，一旦发射几乎无解。黑暗森林法则虽然是科幻小说的构想，但它与现实中困扰天文学界数十年的费米悖论产生了深刻共鸣。
费米悖论的核心疑问是，宇宙如此古老和广阔，拥有数以万亿计的恒星和行星，按理说应该存在大量的外星文明，其中一些甚至可能比我们先进得多。但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观测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它们的存在？为什么宇宙对我们而言呈现出一片大沉默？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，有的认为生命本身就是极其罕见的，地球可能是宇宙中孤独的幸运儿；有的认为存在某种大过滤器，阻止了大多数生命发展到能够进行星际通讯或旅行的阶段，这个过滤器可能在我们之前，也可能在我们之后。而黑暗森林法则则提供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性，不是生命稀有，也不是技术难以突破，而是宇宙的社会学规则本身就是极度危险的。那些能够意识到这种危险的文明都选择了晋升。我们人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积极地向宇宙发送信号，试图宣告我们的存在，寻找可能的伙伴。从 SETI 项目对宇宙电波的持续监听到旅行者号携带的地球金唱片，无不体现了人类对星际沟通的渴望。但如果黑暗森林法则是宇宙的普遍真理，那么我们的这些行为无异于在漆黑的森林中点燃篝火，并大声呼喊：我在这里，快来看啊！这究竟是勇敢的探索，还是无知的冒险？不过，黑暗森林法则仅仅是一种假说，一种基于特定前提推演出来的逻辑模型，它并非已经被证实的宇宙真理，对它进行审视和反思同样重要。首先，完美隐蔽的难度极高，地球的生命活动从大气成分的改变到城市灯光的辐射，在宇宙尺度上可能早已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。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，其探测技术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，他们或许早已知晓我们的存在，只是选择了无视或观察。其次，文明行为的非排他性，是否所有文明都必然会遵循如此极端和冷酷的生存策略？考虑到宇宙中生命形态可能的多样性，是否存在一些文明，它们的发展超越了单纯的资源掠夺和零和博弈，而是发展出了更高层次的合作与共存模式？宇宙中会不会存在某种星际联合国，共同维护和平与秩序？或者一些文明可能就是比较佛系的不干涉主义，选择不干涉其他文明的发展，类似星际迷航中的最高指导原则。再者，宇宙灯塔的风险，任何主动发起清理打击的文明，其自身的位置和行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。如果宇宙中存在更高级、更强大的森林监管者，或者其他同样奉行黑暗森林法则的顶级猎手，那么这种主动攻击行为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风险。我们甚至可以反思，黑暗森林理论本身是否也带有以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。我们是以地球生物圈残酷的生存竞争经验，以及人类历史上血腥的战争冲突为蓝本，去推测宇宙文明的行为模式。或许宇宙的真实图景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多元。那么，面对黑暗森林这样令人不安的图景，人类应该何去何从？三体中提出的应对策略是极端谨慎，不要回答任何来自宇宙深处的信息，保持沉默，努力发展自身科技，以期在未来的某一天拥有自保甚至反击的能力。包括史蒂芬·霍金生前曾多次警告，在不了解外星文明真实意图的情况下，应避免主动暴露自身位置或向宇宙发送信号。他认为这可能招致难以预料的危险，就像历史上落后文明遭遇先进文明的悲剧一样。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，尤其是在我们对宇宙的真实规则一无所知的情况下。正如在真正的黑暗森林中，最明智的做法是先仔细聆听，辨别周围的动静，而不是贸然发出声音。然而，人类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又是如此难以抑制。我们渴望知道自己是否孤独，渴望与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智慧生命进行交流。这种渴望也是推动我们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。或许真相介于两者之间，我们既要保持对宇宙未知风险的敬畏和警惕，不轻易暴露自己，也要持续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，增强我们对宇宙的观测和认知能力。同时，对于任何可能的地外信号，进行审慎的分析和评估，而不是盲目回应。宇宙的真相依然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，
黑暗森林法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宇宙的独特视角，它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。它提醒我们，宇宙可能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，田园牧歌、星际旅行也可能伴随着未知的危险。但无论如何，探索的脚步不会停止，因为只有通过不断的观察、学习和思考，我们才能逐渐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，找到人类在其中的位置。现在回到开头的问题，如果哪天 K2-18B 发来了信息，你认为是该沉默自保，还是高声大喊？我在这儿。欢迎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。